今天继续穿明制汉服来北京逛中国国家博物馆，并从它最重要的展厅古代中国里精选出14件春秋战国的镇馆重器，逐一详细解析。同行人是汉服同袍瓶子，这是我在进入汉服圈后认识的一位文物同好。大家好，我是徐工，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现在我们开始。第一件，吴王姬光青铜剑。姬光是吴王阖闾的本名。这件青铜器共出土了1对，其中一件在国博，另一件则在安徽博物院充当镇馆之宝。它上方有2个方便滴漏的兽耳，腹部密密麻麻的花纹是羽翅纹，内部的52字铭文记载着吴蔡2国联姻时吴王姬光对出嫁女儿的谆谆叮嘱。第二件，吴王夫差青铜剑。夫差就是阖闾的儿子。这件青铜剑是一件古老的水器，它侧面的小环各不相同，其中的卷尾双角龙已经向内窥视了2000多年，另一种则是纯粹的带兽形纹的器耳，这是用来滴漏的地方。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河南辉县，并不属于吴国的地盘，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吴王夫差送给晋国的礼物。第三件，王子武青铜鼎副笔。王子武是楚庄王的儿子，他曾经带领楚军击败过吴军，内部使用过的文字是鸟篆体，这是早期的艺术化文字，可惜现场看不到实物。铭文的大意是说王子武立下功劳后，便选了个好日子铸造这座大鼎以作纪念。它旁边附带的笔可不是什么匕首，而是一种类似于勺子的石器。第四件，熊汉鼎。熊汉就是战国时期的楚幽王，他父亲和祖父在位的时候，楚国曾被秦军攻破多次，甚至连郢都未能幸免。而熊汉在位时，楚国则大败秦军，最后用缴获的铜兵器铸造了这个大鼎，以彰其功绩。鼎内的66字铭文说的就是这个事儿。第五件，曾仲有府青铜方壶。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来自神秘的曾国。在历史文献中，关于曾国的记载其实只有只言片语而已，但能拥有这样的重器，说明曾国还是有实力的。这位有府就是曾侯的儿子，可惜目前已知信息有限，因为他的铭文只有12个字，除了给青铜器署名之外，就没什么有效信息了。第六件，蔡侯参青铜方壶。他这个铭文更少，只在内部发现了蔡侯参之用壶6个字，顶端的盖子是8宝莲花形，两侧有兽耳滴漏。文物本身的实用功能则是充当酒壶。在奔赴楚国赴宴时，蔡侯的这件奢华酒壶引来了楚国人的觊觎，所以他们把蔡侯扣在楚国3年，就为了把他的酒壶留下。之后蔡国因此事和楚国交战，吴国帮着蔡国猛攻楚都，打下了郢都。伍子胥趁机挖出了楚平王的尸体，狠狠打了300鞭，报了家人被杀之仇。那段熟知的历史故事就此便与眼前的文物连接到一起了。第7件，朱会兽耳陶壶。这是在北京昌平出土的文物，是战国时期的燕国文物。其实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层的，它从来就不是满清一家的都城。明明有很多的宣传点，但太多的回忆都被完全的边缘化了，简直没法说。第8件，鄂军起错金青铜节。这个节是古代的通行证，车节管陆路，舟节管水路，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军起的。每件节上边都有100多字的错金铭文，记录从鄂到郢的水路交通路线，持节人所拥有的特权以及沿途的运输规定。第9件，青铜编钟。这一套一共有13件编钟，木架子是后配上的。编钟镌刻的12字铭文上记载着晋国在楚国境内的救援戎族的事情。编钟钟体上的铭文是小舌文，也就是盘悔文，其总音阶跨越3个8度，8度内划分的是宫爵职语4声。第10套，石边磬。这也是成套的打击乐器，一般用石或者玉制作而成，而且所用的材料一定是音质清脆、质地坚韧的，不然就很容易被敲碎。第11件，王命传青铜虎节。这也是楚国的游艺通行证，造型为虎形，持节者可凭此调取车辆，在驿站获取食宿补给等等。第12件，青铜否。这不是一件普通的青铜否，而是一件300多公斤的青铜否，是曾侯已用过的青铜否，也是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
或许是因为件儿太大了，所以铸造的时候都是上下分开铸造，并后期拼接出来的。否一般用来充当酒器，但在某些时候，人们也用一些廉价的否充当敲击的乐器。比如秦昭襄王就曾在友善的外交场合中当众击否来着。第13件青铜兵剑，这是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也是一款最为古老的冰箱，里边有专门一个放酒的小否，剑内其余的空间则放冰，用来冰镇酒水。这些冰都是冬天采集来的，然后在地窖里存着，存到其他季节再用。在没有氟利昂的时代，人们就是这样制冷的。只能说曾侯乙实在太会享受了。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还用 AI 复原了它的制冷原理，但 AI 并不能理解我的思路，所以画面稍微有点跑偏。第14件豹子青铜钹，钹是一种青铜打击乐器，也是王侯贵族才能拥有的礼器。根据其174字铭文记载，豹子身为齐国功臣鲍叔牙的孙子，也被齐侯赐下了封邑，所以他铸下了这件重器，并在铭文中为自己的家族留下了谆谆告诫，也寄托了希望齐国昌盛的愿景。至此，我们就看完了14件春秋战国重器。其实这个阶段的精彩文物还有不少，但我们不能一一看完，就请各位到现场去看了。我们看完这些之后，就不难发现，虽然曾国这个国家前不算五霸，后不算七雄，但它的文物真的是很有存在感，归根到底还是曾侯乙墓立下了大功。所以说嘛，我们在博物馆中所看到的历史和历史书上看到的历史未必是严丝合缝一一对应的，所以我们更要去多看、多思考、多连接。当你见得多了，了解得多了，心里自然就有谱了。先知来路，后知归处，那便是我们去博物馆中了解历史的意义了。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